他家天花板上出现了一个诡异的洞，洞口会流出黄色液体，还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洞的数量不断增加，第二天就多出来好几个，有大有小，形状各异。用内窥镜往洞里一看，却发现了一个更惊人的秘密。刚开始呢，他还以为是蟑螂，丈夫拿着杀虫剂一阵猛喷，再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是个洞。天花板上怎么会有洞呢？吓得他赶紧去找物业。物业说，30年来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，也没有别的住户反映过。物业表示他们管不了，主人现在很害怕，找来节目组。节目组猜测呢，可能是孩子拿玩具捅破的，但孩子说不是自己。现在谁还玩玩具啊？都是看手机。想想也是，就算用筷子也不能戳破天花板。随后拿内窥镜伸到里面一看，竟然发现了一坨毛发，还有很多墙纸碎片。主人还说，天花板经常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有时咯吱咯吱的，有时呢又像玻璃球掉在了地上。难道天花板有什么生物？主人听到这里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因为天花板没有出口啊，所以这东西应该还在天花板上。节目组把摄像机对准天花板，准备等它再次打洞的时候抓现行，但一直过了3天都没再出现新洞口，也没再听到奇怪的声音。没办法了，必须要请专家了。专家在壁橱里也发现了一团毛发，很明显不是人的头发，还发现了一坨便便。专家仔细观察后说，这东西啊应该就是老鼠，但他们住在7楼，天花板怎么可能会有老鼠呢？专家说一定是通过一些缝隙钻进去的，进去之后呢就被困住了，不知道怎么出来，所以才会打洞。至于最近呢都没有什么动静，专家认为老鼠已经逃走了。那它到底是怎么钻进天花板的？专家拆掉通风管道后，发现管道附近有个明显的裂缝，老鼠就是通过这个缝隙钻进来的，最后也是通过缝隙逃走的。为了防止老鼠再次进来，他们堵住了通风管道的缝隙，重新贴上了新的壁纸，一切恢复了正常。然而下面这个房子又出现了新问题。在海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，每天都会传来呲啦呲啦的声音，房子外面还有个神秘的图腾，看着非常诡异。有人说房子里住着海王，声音是他磨三叉戟时发出的。工作人员才不信，壮着胆子上前查看，发现大门竟然是开着的。不怕死的工作人员走了进去，里面一片漆黑，突然灯就亮了，映入眼帘的就是用胶带铺成的地板，用了2种颜色的胶带交叉覆盖，形成了特殊的花纹。抬头一看更夸张，房子的墙壁全部贴上了绿色胶带。不仅如此，卧室也完全用胶带覆盖。这时主人出现了，不是海王，而是一位老奶奶。奶奶说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，自己喜欢这样的装修风格，足足用了4年才全部完成。那外面的图腾代表着什么？奶奶说图腾没什么特殊含义，是这个房子的装修图，自己就是按照图腾来装修房子的。但每隔一段时间，胶带就会失去光泽，奶奶就会重新贴一遍新胶带，不一会儿就用完了1卷胶带，还说1周就要用掉300卷。打开橱子，里面存放了大量胶带。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迷惑行为？原来40年前她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以至于不能出门，为了锻炼身体，才决定用胶带装饰房子，顺便呢锻炼身体。没想到现在身体越来越健康，所以就坚持每天贴胶带了。但是要论迷惑行为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叔。这座公寓每到深夜就会叫，公寓的住户苦不堪言。有人说听起来像青蛙在叫，又像是什么东西在楼梯上跳。节目组循声来到一位住户家里，只见声音越来越大，打开灯后让人哭笑不得。原来是大叔磨牙的声音，磨的那叫一个响。嘴角还不停抽搐，这简直就是用生命在磨牙。大叔说自己磨牙已经20年了，牙都磨掉了半颗，以至于现在都无法咀嚼食物，只能喝汤。妻子因为受不了，跟他离了婚。看着自己磨牙的录像，大叔表情凝重，说这是第一次看自己磨牙，没想到磨得那么深，磨得那么认真。朋友们也帮他解决过磨牙问题，等他磨牙的时候，脱掉袜子塞他嘴里，还会让他叼着1双筷子入睡，但都无济于事，反而磨牙越来越严重。去过很多医院，结果把同房间嗜睡症患者都整失眠了。大叔也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节目组再次带他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磨牙患者，牙神经都快暴露出来了。随后检测他磨牙时的各项身体机能，医生发现在他睡觉时舌头滚动阻塞了呼吸道，所以他只能张嘴呼吸，这就是他磨牙的原因。对应的解决方案是做呼吸治疗。经过医生的努力，大叔终于改掉了磨牙的习惯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